就是渔获了，日本全国你也买不到。那个川路这个地方哦，是一个海港哦。他们日本人说哈，假如来到川路买不到他要的海鲜，就是渔获了，日本全国你也买不到。那意思是说，这个川路这个地方哈，它的海鲜渔获很多。那因为它蛮特殊的，各位，整个北海道哈，我们这2天，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一个地图给各位看。整个北海道它是3个海围绕的。左边的部分是日本海，下面的部分就太平洋，就我们刚刚有看到的。然后呢，明天我们要走的那个叫鄂霍次克海，明天到王总那边是鄂霍次克海。那鄂霍次克海的那个每一个海跟海的温度跟它的特产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只要是临近，可能日本海的鱼会跑过来这里，所以因此呢，这个还有川路这3个地方有工厂而已，不然呢很少啊，不然的话，整个北海道是以农业、渔业为主啊，那工厂是比较少啊，工厂比较少。川路这个所在啊，日本几个大型的渔港其中一个哈，那它这一个地方呢哈，可以看得到。工厂比较少哈，它都咱的这个赛场哈，有当卡定贡啊哈。那这个地方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渔获啦哈。他们家呢，你也在看了真侪哈，俩鱼啊这个渔场。那川路湿原，我们刚刚前面有看到的展望台，川路湿原是日本最大的湿原，总面积呢有 19.29 平方公里，其中呢有 78% 呢为低层的湿原哦。那在这个川路呢，也是日本知名的水产城市哈。那这个水产城市呢，出产的这个很多像秋刀鱼啊、这个蝶鱼啦、冰下鱼啦等等啊，为数众多的渔获量哦。所以他们家呢，四处飘散的这个浪漫氛围而闻名的雾之镇成为观光景点哦。尤其是川路湿原哦。那这个川路湿原呢，在冬天在夏天你可以坐这个独木舟哦，顺流而下哦。那冬天就不用了哈，冬天为什么没水了哈？拢结冰所以咱今嘛来搞起川路。那我们现在呢又抵达了另外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叫做是硫磺山。来，这个硫磺山在阿寒国立公园哦，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哦，刺鼻的硫磺味。在这里远远下来，你就可以闻得到这个味道了哈。那我对这个硫磺山呢，印象也很深刻哈，因为硫磺山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座活火山哦。你看这个活的火山的庆恩，然后呢，这个旁边呢全部都下雪铺满了整个大地啊，哇，真的是又是另外一番的景色哦。北海道一年四季一年四季拢有法度耍哦，而且呢一年四季北海道的样啊拢完全无同款。
标高521公尺的活火山，当地爱努族人称它为裸山哈。从好几个这个喷气孔呢，就喷出这个硫磺，这种带有重硫磺味道哈。庆北烟出来哈，烟雾当中夹杂了这个阿莫尼亚的刺鼻呛辣气味哈，所以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硫磺山到了，也有火山的感觉啊。你看今仔天气安尼吼，真水有无吼？白烟白色吼，白茫茫白闪闪哈，全部都是白的哈。罗兰山周边的草木呢不生，光秃秃的奇特景象呢，吸引了非常多的观光客哈，来到这个地方啊来旅游。那来到这边呢，其实你不要想看看哈，这个有时候呢，虽然外面下雪呢，气候有时候很冷，但是因为它有热气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反而不会有特别大、强烈的寒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啦，以下这个所在，各位这个哈密瓜的冰淇淋啊，在北海道加这所在呢，拢有哩卖这个冰啊，所以这个 ice cream 的冰呢，到日本来讲呢，算是一个加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甜品哈，做这人来到家呢。弄了夹在那边哎，你看这种硫磺有无整个，那这附近还有一个魔州湖那风雪很大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像今天拍得到这个样子的爱努族的人称之为赤裸的山，裸山魔州湖临近地带的一座活火山山上到处卖着白烟，利用这个地热来煮这个温泉蛋是上盖有名的我也特别喜欢用温泉来煮蛋温泉煮的蛋特别好吃你有感觉无刘湾山在北海道的川路，这个地方坐落在两座火山口巨蟹路湖跟魔州湖之间，附近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做川汤温泉。这个很新鲜就是活火山才会庆烟那这个也因为它这个冒烟的地热的关系呢，喷出了这种硫磺气体的关系，所以呢它就变成什么寸草不生其实跟台湾的这个阳明山的小油坑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得到很类似的这个景象那这个地方呢目前呢在夏季的时候呢是有人这个来这边攀登的那这个步道的尾端呢，是可以近距离的看得到这个喷发的那个白烟那夏季这个鬼爷家呢北下响现在因为不长草嘛，到冬天呢连地都是白的，为什么？因为雪下来了。看到吧你看我们这个婉婷拍的多近距离这个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看看跟我们台北阳明山小油坑的这个。硫磺呢有什么不一样硫磺呢煮够一来呢就被做成这个火药的原料大概应该都知道这个火药来的那个就是硫磺那它是其中一种火药原料的化学物质在火山口喷火口的周边呢，日本各地的火山都有硫磺的开采。北海道的火山呢，非常的这个活跳跳火药。阿寒活跳跳很活跃了。阿寒国立公园呢，这附近的嘛加大片的这个硫磺可以开采靠近这个川汤温泉的硫磺山呢，爱努语叫做阿托山努普利。1876年开始呢，开采这个硫磺，甚至呢，将东西监狱来的重刑犯送到这边呢来采矿当时的重刑犯上告家来采矿呢，大规模采矿的结果呢，第20当就面临无矿可采的窘境了话虽如此呢，当时为了运送矿产打造的铁道，也奠定了现在的人要探索阿寒自然秘境的基础。所以呢，现在也在轻松造访阿寒周边呢，带领很多的小朋友认识更多的自然环境的，展现大自然的这些活跃的火山呢，真的是最棒的一个教材。所以我觉得北海道呢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因为这个是大自然的地理教室，可以让他们看看火山。
杯酒，我去对吧？哦，吃糖仔饼敢是哈？无啦，吃糖仔饼，吃这个饼啦哈，还是面包哈，还是现场是物？我记得较常你卖这个起因价这个饲料哈，这大家哈看了鹅哈，你看看这白鹅加上这个不能说烧鹅哈，烧鹅是港式烧腊店哈，白鹅，你看这个后面的山景啊，加上这个驱邪入湖哈，连乌鸦都来分一杯羹。北海道的魅力啊，在于它有最自然、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哈。那这个日本有一本杂志呢，将摩周湖评为3星，将驱邪入湖、和琴半岛评为2星。那这个阿寒国立公园在这边的最大的3个湖的特色叫做摩周湖、驱邪入湖跟阿寒湖3个美丽的湖泊。这一个湖泊呢，重点是它怎么样？它有很多的野生动物，野生的动物啦，淡这个时候在里大啊，还有包括一寡这个森林啊，还有温泉，这大自然呢，真正讲是大自然的。所以呢，北海道现在因为拢吸引足侪人哦，来这个所在来佚佗的是安尼哦。那驱邪入湖呢，是一个日本最大的这个破火山口哦。那有一个巨大的这个钴蓝色的湖哦，驱邪入湖附近呢的川是驱邪入湖源头的唯一一条河流哦。这个所在今嘛，你看你有看到无哈？当天它是个不动的湖哦。独木舟啦、垂钓的爱好者啦、穿入源头啦，除了这个水流之外呢，还有加上这边的地热温泉等等的，使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动的湖哦。那这个来到这边呢？夏天你可以在上面呢体验这个独木舟，有的是驱邪入湖附近呢，还有这一个温泉呢，天然的温泉。你看哈，这个黄昏是黄昏还是日出？应该是黄昏啦哦。这个太阳西下了哈。这个很多人说来北海道当地看谁的，一点东西谁让什么好看哦。这个世间上吼，什么叫好看，什么叫歹看，用心去看，什么拢水吼。用心去欣赏恁某啊，是恁翁吼，伊不是缘投就是水啊，对吧？这个来，我们现在呢，从驱邪入湖呢，我们来到了在这个北海道地区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阿寒湖，而来到阿寒湖呢，也必须出来到外面。看看最有名的阿寒湖温泉街你看这谁拢吐到边啊？这种所在吼，你行的时阵要真注意啥喏？因为这种所在呢，伊的涂骹啊，那个水拢去用打甲顶起啊，所以这个涂骹会水呢拢顶扣扣吼，变成冰一样吼。像咱们这种所在你行路要真注意一不小心我跟你讲就错过了这家商店。为什么？因为的过去这个会滑倒一滑2-3个接口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在冬天的旅游啊，你看这个很多在卖这个是什么我们婉婷在拍的这个是什么狐狸这个北方湖是在这个阿寒湖的一个特色也是它重要的一个产物但是我们的婉婷呢拍的呢不是很清楚因为它晃得很快它应该定点这样拍我才会知道那个是湖还没定点拍我还不知道那个是狐狸有没有？但是狐狸做的也太可爱了吧那要这价是一次买一整把还是一次买一只你看这个到处都有兔子啦鸭啦鹅啊不是鸭啦鹅这个哎呦这个东秋刚者这个目光的技术做好你看安尼靠安尼目光的技术做好
北海道出产的野生动物就是什么熊出没啦，狐狸啦，有无？包括这个暗公叫、猫头鹰啊，等等呢，西卡嘛是但西卡热天界啦，这个是零下12度，敢是他们家的零下12度，差不多咱正常来讲，减5度到6度左右因为这个所在较打湿那比较干燥的地方呢，其实你不会特别感觉到很冷那阿寒湖温泉街，阿寒湖被广阔的森林覆盖，所以这里所在呢有加在这个山中精灵，有没有看到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爱努族他们所用的一些雕像啊、神像啊，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很喜欢阿寒湖的这个温泉街，它跟全日本的温泉街呢不太一样它卖的很多的东西呢都是属于木雕的更具有当地的特色你看在暗公教啦、猫头鹰我特别喜欢猫头鹰然后还有这个是圣诞老公公这个都纯粹手工雕刻北海道其实跟这个日本本岛呢的一些这个温泉街呢卖的东西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基本上来讲当日本所有温泉街你卖物件都无啥相共包装无啥相共啦，温泉馒头呢内底包红带是永远拢相共的那地处火山带，这个所在的温泉非常的发达所以当今内底呢，你也在看到阿寒湖温泉的温泉街，会使坐船游览这个阿寒湖，但当天无法度啦当天就是当阿寒湖顶管滑冰啦这个温泉街这个街路附近有北海道上大的阿伊努的部落这个叫做阿伊努古丹这个入口处呢有2位阿伊努族的阿姐徛在大门口，甲这个足大身的这个暗公叫猫头鹰来接客啦，迎接客人熊啊、老鹰啊、猫头鹰啊，被爱努族阿伊努都可以称为这个山神山神那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温泉街上面可以到处看得到这个阿伊努的这个他们的吉祥物山神那这里也可以看得到阿伊努传统舞蹈的一些影片，这个都是爱努族他们的一些生活作息跟民俗文化。我看到不，做大家的这个猫头鹰，这个就是爱努族的部落，北海道最大的爱努族古丹入口处有有这个猫头鹰那后面的商店都关起来了，但是你们看到这里的商店店家呢其实北海道下雪的雪量不一定会比东北新泻的还多，也不一定会比我们之前小王曾经有推出的东北到秋田去下的雪量还要大包括日本还有长野啦跟我这个黑布里山这个所在这个下雪的雪量呢，有时候甚至都超过了北海道所以呢，北海道当然了，北海道它的雪也是很多的但是呢，因为北海道的纬度的关系，它冷的也比较快。有没有看到后面的这个商店多漂亮弄插着这个木头房子呢，看起来就是漂亮那在这个温泉街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森林湖泊的艺术馆雕刻的木雕品这边呢一尊尊可爱的猫头鹰木雕证明的爱努族跟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加重要的各有这个阿寒湖呢当然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这个绿藻啦也是在这个摩周湖附近出产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绿藻那现在我们这样子一路看过去呢，有没有看到奇怪呢这个店呢开始已经呢封起来了不是关起来了现在这个封起来是封什么物件是这个茶是啥货这个无聊这个很大型的雕刻就是爱努族的雕刻
K 当中休息当中嘛为什么？因为后面开始的店家全部都没有开了，大概也晚了啦所以呢，最棒的是什么？去洗温泉。洗完温泉之后呢，到外面来呢走一走，逛一逛。这么大一只这个他们的山神洗完温泉呢，到这个温泉街上面呢逛上一圈但是你要注意看时间这有当时洗了9点10点，我们去温泉街去洗时拢关了当天拢较早关所以呢，上好的方式若不是洗身躯洗了出来洗，就是先洗甲入去洗身躯不管你有买无买出来外口再行绕的，总是好的看到不？这就是阿寒湖这么隔边我讲来划独木舟，这个时候划不了这个时候呢，阿寒湖畔所做的活动是什么呢？第一，骑雪上摩托车；第二，做什么呢？冰上钓鱼但是这个冰上钓鱼呢，要花的时间很长而且呢，你还要有耐心这个可能挖一个坑，挖了，等慢慢钓3点钟去所以这个行程较少摆先因为惊摆落的时阵呢，大家鱼还没钓到呢，大家一定变成鸡冰结冻了。为什么？我们普通说旅游团队在外口在行呢，我们在走的路线呢，你说走多久我问你，你说走多久？走大概1个小时、1个半小时一定会上车。所以当你去从事一个钓鱼活动的时候呢，走了这个5、6个钟头或是2、3个钟头在那边呢，就不一定你也动得掉所以呢，都是一样的来，你看看这个整个结冰的阿寒湖畔，有没有发现前面的这个什么魔州湖那些都还没有结冰结果到了阿寒湖呢，结冰结干呢，那你看卖
来哦，位于沃克刺客的地方哦，沃克刺客这个所在是要创啊回来，这个所在就是要一破冰准的所在啊。沃克刺客，鄂霍次克哈，沃克刺客，鄂霍次克啦哦，这个真难念了海鸥，鄂霍次克这个地方呢，掏肺湖是白天鹅等候鸟呢横渡迁移时候的重要的中继站哦。有的人讲这寒的所在呢，想到这个水鸟呢、海鸟呢还要来这个地方过冬，其实很简单哦，你知道吗？他们所在的位置比这边更冷呢，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它的湖水没有结冻，它还有湿地，对他们来讲就已经是过冬了啊。那他们可能从北方更远的地方，西伯利亚来到这个地方，你干嘛西伯利亚哦，那零啊30-40度以上都有哈。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湿地公园哦。这个湿地公园呢，这一带被指定为王走国家公园哈，以及鸟兽保护区啊。这里有非常多的原生花朵呢，大家呢大概可以看得到200多种种类的野鸟哦。溜冰哦，啥呢？因为破冰准呢，伊不是讲这个海呢结冰，是对这个鄂霍次克海呢，西伯利亚还有这个冰啊结冰了，流冰啊流过来哈。然后你开出来时呢，你就去破这个冰哈，尊家的破冰哈，所以叫做破冰船。通常来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准备去做破冰船的地方。而这个掏肺湖呢，这个水鸟湿地中心呢，有白天鹅啦，很多的鸟类横渡时的重要中继站哦。这里呢，非常多的原生花朵跟200多种的野鸟哦，吸引很多爱鸟人士来到这边。这个地方呢，还兴盛捕捞公鱼等淡水渔业哈，常年被人类充分利用的一个湖泊，就是这哈，鸟也用啊，人也用哦，这个所在就是安尼哦，人甲主人的结合哦，真赞了哦，这个珍贵湿地掏肺湖，其实呢，北海道有非常多的这种野生湿地，很棒哦。
我嘛袂定，国库嘛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啦。我跟你讲，我到80岁才来到这个北海道，你敢知？足兴奋的呢。哦，看冰冰作战，家早有穿高衫，无你啥，我冰降热哦，你真惊。然后唱吼，啊伊有唱歌啦，啊较早拢唱出来，啊尾后阮阿公你无唱出来，因为吼伤过现实啦。阮伫边仔咧听伊是安尼唱吼，伊讲塞哟啦啦，有钱卡过来，无钱塞哟啦啦，安尼无现实，对无？所以我以后我后拢阿公啊，你以后拢莫唱出来，你甲我唱。走啦走啦走啦！我们要去哪？我们要去看沃克刺客海，鄂霍次克海，然后每一次都念成沃克刺克海哈，鄂霍次克海哈。那这个地方离这个哇，你看有没有看到那个海上已经开始有冰了？我看到不哈，水鸟湿地，但行了加克，哎，我看到它的等会宾馆无哦，你看荧幕上面有一个箭头往下的，还是啥暖呢？因为当北海道的当天啊，伤冷的时阵呢，伊开始会安怎哈，开始会看袂到路面吼，所以伊就来安尼箭头拍到头壳来，互你知影啥？互你知影讲吼，这条路即马是伫遮哈，那个道路指示啦哈。那即马呢，咱要来坐极光号的破冰船哈。破冰船哦，破冰船啦！准备上船去哦！这个看到破冰船呢，整个兴奋的程度都来了哈。鄂霍次克海哈，这个鄂霍次克海呢，其实呢应该是俄语发音哈。我们简单一看一下鄂霍次克海呢，在中国唐代呢称之为叫做北海哈。俄国人在17世纪的时候呢，经过鄂霍次克海呢，建立了鄂霍次克这个舰队基地呢，就设在鄂霍次克港哈。所以呢，你若看地图的时阵，你就会使发觉到哈，这个北海道往左上北边嘛，更加起里你会使看到库页岛哈，达旦海峡边啊就是黑龙江哈，鄂霍次克海，跟另外一边呢，勘察加半岛哦，千岛群岛、丁丁哈啊，包括宾馆呢，这个属于 Russia 俄罗斯的这个鄂霍次克、西伯利亚啊，这上去就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个是人生哈，有机会有迄个呛水呢，拢要去行看买哦，有你个看吼，在这个海角吼，卡毛咩拢知影通来吼，像喏，因为人会甲饲嘛吼。所以基本上拢袂惊人啊，拢知影啊。但澳洲基本上还有扑杀野鸟啊，那个海鸥的活动，不是甲台游戏吼，是去甲这个海鸥海鸟的两个头头照相喏。因为这人养啊，养久之后，海鸥根本就不怕人哈。在北欧有一些地方呢，这个海鸥还冲下来，还会跟你抢东西的哈，就跟这个台湾的寿山的高山那雪港哈跳得来，这通缉的是啥哈？牛吧还是饼哈？一般都是饼干或面包了。你看呢，完全不怕人哦，完全不怕人，有没有啊？这个非常特别。